大家好，在我的10万粉特别节目里面呢，我曾经讲过啊，我的下一个目标不是20万，不是30万，是100万。就在上一周呢，有2个坐拥数百万粉丝的油管大 V 啊，因为一个政治问题发生了一场很有名的争执，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呢，我就带您来吃个瓜。几个月以前呢，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啊？英国一个小伙子，一个华人小伙子，看电视里面啊，这个 BBC 啊，教人们怎么炒这个蛋炒饭，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啊，然后就录了个视频吐槽了一下，结果呢，这一下这个视频爆火啊，因为这小伙本身是个喜剧演员嘛，就爆火，2000多万的观看量，这个 BBC 呢还把他请回去啊，让他跟这个被他吐槽的这个女主持人呢一起又重新做了2期节目。这个小伙子呢，他这个网名啊，他就在这个节目里用的名字就叫我叫西奶爸嘛，他叫Uncle Roger，罗杰叔叔啊。他的原名呢叫做 Nigel Ng，Nigel Ng 啊，就是 Ng 呢就是那个东南亚一带姓黄嘛，他的原名叫做黄景瑜啊，周公瑾，周瑜，黄景瑜。然后这小伙子一下就火了啊，现在有300多万粉丝了。然后就在上一周呢，他跟另外一个美食的这个油管主啊，也是一个很大 V 啊，300多万，比他粉丝还多呢啊。这个油管主，他这个油管频道叫做 Strictly Dumpling 啊，就是严格的就只是饺子，只谈饺子。这个频道主他叫Mike Chen 啊，陈星，中文叫陈星，他们2个就合作了一个专门讲这个 dumpling 的专门讲饺子的这个片子。这个片子呢很好看非常好看啊。但是就在上架1天之后就被立刻删除了，而且不但是从油管删除是全平台删除，包括中国国内的微博上删除了。而且这个黄景瑜就是这个 Uncle Roger 还在微博上，只在微博上写了一份中英文的道歉信。为什么呢？道歉信我跟您说一下说呢1月10号呢，我发布了跟某个油管博主合作的视频然后我意识到这个视频引发了非常不好的社会影响，然后呢，我向大家表示诚挚的建议，考虑到事态严重以及视频本身可能造成的不好影响呢，我们讨论后决定进行全网删除，同时呢，恳请大家不要再继续传播相关不良内容。关于此视频呢，我和这个合作的博主呢沟通以及创作中，我不了解他的政治想法以及他过去对于中国的不正确的言论。这一点是我的疏忽，我以后会加强内容管理审核。作为一个马来西亚长大的华人，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开这个频道的原因。我想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有趣的内容然后希望大家给予刚刚进入中国的罗杰叔叔一个改进的机会。他在微博上的粉丝比较少现在只有12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12万是在他那个发这个道歉信之前还是之后这个道歉信呢，或许给他赚了不少的这个粉丝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合作这个博主 Mike Chen 嘛，陈星嘛，他以前有人说他是练法轮功，但我不确定我没找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视频证据，有可能是吧。然后反正呢，他呢发表了很多。就像我一样发表了很多跟这个中共对于中共不满的这样一个言论，但是呢，他不是在他的这个美食频道这个讲饺子这个频道上发的，可能是在别处别的社交媒体推特上发的。对于中共的不管是文革什么所有的你知道吧，该吐槽的都吐槽了一遍。所以呢，就是可能当时就有很多人看这个 Uncle Roger 罗杰叔叔呢发这个视频呢，就是说你竟然跟反华分子合作。你怎么敢这样？你要让你滚出中国类似这样的话然后就一下子就慌了，然后呢就紧急做了公关处理，就把这个全网删除了，而且承诺以后要加强审核。关于这个事情呢，这个陈星他在那个 Instagram 上也回应了我大概看了一下，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是英文回应的。他就说呢，就是我对于这个事情呢，我知道了，然后呢，感谢大家的很多人对他的表示支持。我个人对于这个 Uncle Roger 就是黄景瑜呢，他这么做呢，我对他一点都不表示仇恨，或者说一点都没有什么恶意，因为呢，这个毕竟嘛，你对于中共这种相应的影响渗透或者说是
威慑啊，这方面东西呢，你就是很难能够站得定的啊。然后呢，希望他能够更多的了解关于中共方面的，特别是人权方面的这个问题。然后呢，他说啊，我一直说我是爱中国的，因为这个罗杰叔叔不是讲嘛，因为他对于中国不正确的言论嘛，所以他就讲我是爱中国的。我们需要区分中国人跟中共啊，中共并不是中国，所以呢，也不应该跟这个中国人以及华人划等号。然后就说我之前说过的关于 CCP 说的话啊，不管是关于人格啊，关于什么天安门啊，关于什么东西的，我都是依然是这么认为的等等。然后呢，我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啊。然后他还说了啊，因为这个中共呢，不管在经济上啊，还是在影响力上啊，对海外的针对这种对于中共有微词的人，所以呢，很多人啊，哪怕是在中国以外的人都不敢什么关于他们事儿什么都不敢说。这个事情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啊，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也意识到了。然后呢，他说我的平台有限，但是呢，我只是尽我所能去为那些在中国的不敢说话的人发声。这个基本上也是我这个平台，但是我这个平台就是干这个的，人家那个平台还做点美食，我这个平台就是干这个和吃瓜的。好，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那首先新闻媒体啊 ，BBC 也报道了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进行了全面的报道，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就跑到这个 Uncle Roger 那边去嘛，去挖苦他啊，因为这个 Uncle Roger 呢，他以前一直说啊，说他特别喜欢味精，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确实有很多人喜欢做菜放味精，不放味精觉得不好吃，他觉得味精特别好，所以很多人就跑去挖苦他，说啊，你看看人民币比这个味精好吃多了吧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呢呼吁要封杀他呀，取关他呀，什么东西啊？我个人对于这个事情呢是这么看的啊。首先呢，这个罗杰叔叔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想进入中国市场啊，他就在去年他刚火那个时候，就在中国注册了那个微博号嘛，然后开始把他的有版视频呢就搬运上去。然后他还发了一些中文的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哎呀 ，Uncle Roger， 我来微博都好几天了，你们都不关注我，我现在只有50个粉丝，侄子侄女，你令我太失望了吧？你不关注我的话，罗杰叔叔怎么教你煮蛋炒饭呢？点击关注吧。你看，这个出口转内销的这个迫切心情啊，溢于言表啊。这是一种啊，就是换句话说呢，就是因为我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因为贪婪。就是我希望能够进入中国市场，所以为此呢，我就必须去迎合中共的一些口径啊，做好我的公关嘛。换句话说，我们做好公关。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太多的人去油管啊，去什么地方骂了。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啊，我特别有体会，就是你做自媒体的人呢，当你经历过爆炸增长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听了很多的好话，然后突然有一天，当你听到很多坏话的时候，恶评的时候，你的心里会失衡的。要知道，这个 Uncle Roger 在他这个就是那个片子火了以前呢，他的很多片子其实都是比较少的啊，就是每一周只能增加100多个订阅量，我估计他总共累积的不到1万个粉丝，每一个片子的观看量可能都只有顶多就1-2千，然后突然一下子经历了这个我2000万一个视频，然后之后的视频呢也有好几个视频要上1000万的，那么这种时候呢，肯定是捧你的人多嘛，然后突然你做这样的事情，突然一堆人过来骂你。我觉得啊，当你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东西，突然拥有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跟我说我要夺走你这个东西，你会为了保住这东西会不惜一切代价。换成我说不定也会这么做的。大家你没有经历过从默默无闻突然到1000万粉，众人追捧，然后突然又出现这样个危机的情况下，换成任何人都有可能会慌的。你可以说是懦弱啊，但是我们话说过来，不管是贪婪还是懦弱，我觉得这个都是人之常情，都是应该予以去包容的，而不是应该你去对他进行道德绑架，说你不能贪婪，你不能懦弱。No， 你持某一种政治立场，比如说我反对中共或者我支持中共，你没有道理去强求别人同样跟你持同一立场。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当小粉红去胁迫他的时候，我认为这是错的。那么反过来，如果你是反对小粉红的，你是反对中共的，如果你也去对他进行某种道德绑架或者胁迫他的话，那你就是错的。这个是我们跟中共的差别所在啊。
可能有人要说了，你沉默就是帮凶，这句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慎用啊！这个话是有应用的范围的，你不能随便套用到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上去。举个例子，以前我们节目讲过嘛，澳大利亚有3名华人，他们是从政的，他们是致力于改善华人的这个语言环境的。但是当有人问到他们，你们谴不谴责中共在某些事上侵犯人权的时候，他们沉默了。这个你可以认为他们是一定的帮凶，因为他们就是看这个的，他们倡导的就是人权，倡导的就是平等。但是如果中共有些已经被证实了的事情，你不谴责，你拒绝谴责的话，那你自己不就打自己脸吗？那你自己不就承认自己是帮凶了吗？对不对？但是沉默就是帮凶这句话一定要善用，因为它很容易会被人拿来做一些很恶的事情。比如说我有一个政治观点很极端的政治观点比如说我认为男人想是男人就是男人，想是女人就是女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反对，我不认为，我认为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这个明明就是观点不同嘛，大家各说各话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跳出来说，你们谁敢不谴责他或者是你们谁甚至还敢给他拉广告的，那你就是他的帮凶。说到这儿，你明白了吗？这种想法，这种做法跟中共有什么区别啊？这是一回事儿啊。所以呢，我觉得作为我们，不管你是相信民主自由的也好，还是相信什么的也好，你一定要克制住这种，因为我反对一个人，特别是这个人是个艺术家，他是个喜剧演员，他是个油管主，他是个美食家，然后他持的这种政治观点我不喜欢，那我就看他怎么都觉得不顺眼。甚至我们讲以前不是有人画了幅画嘛，叫什么乌啥的我忘了有人画了幅画，就是这个讲澳大利亚士兵割喉嘛，然后呢被这个赵立坚引用了然后呢，我当时节目里讲，画画这个人一点错都没有，这是他个人的言论表达但是呢，被这个中国外交部的人员引用了，那就不是他的言论表达了，而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了。其实那个画本身画的，我觉得画挺好嘛，对吧？我觉得画的挺好，手法画挺好的，这有什么了？就是个人的表达，你愿意这么讲、这么想，你愿意这么做、这么做，每个人都是有个人表达自由的。同时呢，你的个人的表达政治观点再错，跟你的这个艺术表现力没有1毛钱关系。不要老是觉得什么德艺双馨我这个人必须要有德，我的艺术才能，我呸这个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这个品德一塌糊涂的这个艺术高手，这个多的是了。所以呢，我觉得任何相信自由的人，在这方面都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自我的反省跟修炼，因为这是一件反直觉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是爱屋及乌、恨屋及乌，对不对？很多时候你要把这两者，艺术跟政治，把两个切分开来。我举一个再直接不过的例子就是这个另外这个人嘛，陈星嘛，就是他反对中共的这个人嘛，他呢，我看了一下他的发型你看他发型很明显就是用的成龙的那个时候发型，因为他姓 Chen 嘛，都姓 Chen 嘛。所以很明显的，我觉得他在这个里面是故意的使用这样一个发型，让很多人呢产生一个对他有亲和感，因为这是成龙的发型嘛。你不信的话，你去看他的 Instagram 里面他的 Instagram 里面大量引用成龙的照片什么东西，所以看明显他是一个成龙迷。但是成龙是什么人，我相信这位陈星他也知道。所以你能因为这个陈星他使用成龙，他喜欢成龙，你就对他另眼相看吗？连成龙你都喜欢，你是不是中共的大外宣呢？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一定要克制住自己这种恨屋及乌的这个冲动。成龙我也很喜欢嘛，他的作品我也很喜欢嘛，他的政治观点不一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嘛。谁说演员就必须要德艺双馨的呢？你要必须允许别人贪婪，允许别人懦弱呀。对了，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就在去年 Uncle Roger 最火的那个时候嘛，香港那个时候示威不是也是最闹得最凶的时候嘛。然后呢，周庭就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已经被关在监狱的周庭呢，当时就拍了一个视频，去模仿这个 Uncle Roger 然后希望能够 Uncle Roger 能够翻牌子，当然最后也没有翻了。很多人呢就回想这件事情，觉得很不胜唏嘘觉得哎呀，当时还以为这个 Uncle Roger 会帮香港人说话，结果没想到竟然是这么回事儿。我觉得呢，我说句公道话周庭那个视频呢，我也看了，我也理解周庭为什么要去拍这个视频，我也欣赏这些年轻人这方面的创意。但是呢，老实讲周庭那个视频呢，有那么一点点胁迫的意思就是说我因为他在里面明确的用这个视频表达了对香港警察的不满嘛。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说让这个罗杰叔叔他回还是不回好呢？所以如果说对方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人物的话啊，最好不要把他扯到这个跟政治有关的事情里来，不然呢，按照上海话讲就有点拎不清啊。所以呢，我不但不会去骂这个 Uncle Roger， 我不但不会去胁迫他，反而我还要帮助他一下啊。在这个 Uncle Roger 就是这个黄景瑜他的这个道歉里面，他说了嘛，我要加强内容管理审核，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以后合作的人里面，我一定不会再出现像 Mike Chen 这样子的抨击中共的人了啊！不仅仅是我节目里也不会谈，而是这个人以前也不能说过这种话，哎呀，那我就帮您一下吧，就在他删掉的视频之前，他拍过另外一个视频，他是跟澳大利亚本地的一个油管，也是一个大 V， 几百万粉丝的大 V， 叫做 Aussie Man Review。可能很多人看过啊，这个人喜欢把各种就是稀奇古怪的猎奇的视频放在一起，然后去评论嘛，讲的还挺好的。哎呀，你看 Uncle Roger 掉到我碗里了吧？你看看别的地方的，如果他是什么 British Man Review 或者 US Man Review 也无所谓了 ，Aussie Man Review 啊，掉到我碗里了，因为我知道这个 Aussie Man Review 呢，他以前也经常谈一些政治话题，除了谈搞怪以外，他也经常谈一些政治话题。谈政治话题，在国外谈政治话题，怎么可能不掉到坑里去呢？但是很有可能啊，我不知道，可以当我胡说，很有可能这个 Aussie Man Review 呢，他因为这个事情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要商业合作嘛，所以他把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东西呢，从他的油管频道啊什么频道删掉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没有删干净，那就是在 Aussie Man 的这个他自己的网站上啊。他呢，在去年香港示威的时候呢，曾经转发了一个跟香港有关的视频，就是当时大家记得吗？香港示威者本来人山人海，然后救护车过来呢，就自动的让出一条道啊，给这个救护车通行，然后他当时就感到觉得，哎呦，这种素质的人游行，怎么可能是会乱来呢？肯定不乱来啊，而且也没有什么暴力，这么多人就没有发生过像美国这个黑命贵那样的暴力，对吧？在某种程度上呢，他就认为啊，常识判断香港人一定是在正确的一边啊。第二个呢，就是在今年2月还不是3月份的时候，就是关于这个新冠疫情的有一个视频啊，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个艾峰，他那个拍着桌子骂呀，早知道是这样，老娘随便说，到处说，我管你是吧？当时他也转了艾峰这个视频，然后就说，这个 CCP 就是中共在到处封杀，可见他们心有多虚啊，可见他们有多可疑啊。Aussie Man Review， 澳洲猛男呢做过这样的评论啊。所以呢，我决定帮助罗杰叔叔一把啊！我呢会在微博账户上给罗杰叔叔呢发这样一条微博，把这些证据放在下面啊。然后呢，如果大家上微博的话呢，可以一起去提醒这个罗杰叔叔一下啊，我们就算帮助他一下嘛，对吧？让他再道一次歉啊！我们知道中国人有句话，礼多人不怪啊，多道歉没关系的。另外呢，我看了一下这个罗杰叔叔他的频道啊。他其实之前一直是做脱口秀的，是讲笑话的，换句话说，然后呢，就做了那个视频以后呢，突然一下子变身美食博主了。后面做的节目呢，很多要么是跟一些其他的美食博主，比如说这个 Mike Chen 合作，是吧？要么是找一些实体店帮他们拍一个视频，可能拿一笔相应的这个回报等等，这样子啊，就是变身成了一个美食博主了。而你本身并不是美食博主，这个时候你来做美食相关东西呢，你的这个灵感一定会枯竭，所以呢，越往后呢，我们看它的点击量其实越来越少了，偶尔会有几个这个400-500万的，大部分都在100-200万，甚至最近的这个就不到100万了就越来越少了。这个其实是很多爆红的网红他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一件事情红了一把以后呢，我无法再刺激别人再来关注我。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有强烈的危机感嘛，对吧？所以这也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这个 Uncle Roger 要去觉得中国市场可能是一个更可持续的市场毕竟呢有几亿人10几亿人在那儿看是吧？所以呢，我看了他后面有些节目就有点不正常了有一集呢是
他跟他的一个女性朋友去瑞典的一个叫龙门的地方啊，在瑞典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个龙门的地方，这在瑞典是个很有名的地方。你们可以在下面评论里面帮我补充一下啊，告诉他龙门是一个多么奇葩的地方。总之呢，龙门这个地方呢是在2018年那个时候就被瑞典当地的一个集团接手，以很便宜的价格，便宜到让你不敢想象的价格接盘了，然后呢就拿来做这个跪舔中共的事情。说白了就是跪舔中共的事情。在2018年接手这个呢，2019年中国驻瑞典大使就跑到那去视察，然后呢就办什么中文学校啊，办什么武术学校啊，哎呀，大明白的啊，跪舔中共。然后这个 Uncle Roger 就带着这个女性朋友去了那个地方啊，他去，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在里面一阵的尬聊，我个人觉得一阵的尬聊，我感觉呢，这个应该是某一个方面请他们去的啊，应该不是他们去蹭这个龙门的热度，这个龙门实在是没有什么热度，所以呢，应该是龙门方面呢请他们去，帮他们把这个地方能够提升起来的啊。另外呢，关于这个罗杰叔叔他的风格啊，他的喜剧风格呢，就是用这种很夸张的这个口音，英语口音啊，一听就知道是这个广东式的英语口音。What's she doing? What's she doing? Drain the... Oh my God! You killing me, woman! 哎呀 drain the... 用这个口音呢来讲一些跟美食啊、跟什么有关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博大家一乐啊。但是呢，这个口音呢，往往是西方对于华人的这个说话的口音的一个刻板印象啊，就是一个偏见。其实大多数大陆去的人都不会用这样的口音，但是用这种口音呢，在喜剧里面，在这个脱口秀里面是很常用的啊。类似这样的口音呢，其实是很讨喜的。其实我们中国的相声也是经常用各种口音来讨喜嘛，这种是很正常的，不是在取笑谁的口音。我不觉得郭德纲说相声讲河南话或者讲什么河北保定话，什么讲东北话，那就是在嘲笑东北人、河南人啊，我不觉得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变化，口音上的变化确实很讨喜。不过我很怀疑啊，这个罗杰叔叔呢，如果你想去中国发展的话，你的这方面的优势可能就不是优势了，甚至可能会变成某种劣势。有一个很现成的例子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想到了嘛，黄西那个时候是2010年左右吧，在美国出道的时候嘛，那美国这个脱口秀特别火嘛，因为首先他这种口音在美国那个里面啊，这个脱口秀界里面很少，他的大陆口音的英文是很少的。本身他自己也是博士嘛，这也是一个卖点。这种很稀缺的口音，以及配合这种口音的，就是美国人对于亚裔的这种刻板印象呢，就我觉得很好的，就通过一种自嘲式的这个笑话呢，产生了很好的喜剧效果啊。黄西那个时候混得最好的时候，他后来经常吹嘛，就是我给这个现在当选的这个拜登啊演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给拜登演的。I'm honored to meet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here tonight. I actually read your autobiography, and today I see you. I think the book is much better. 其实这个包袱本身也就一般了啊，其他他有说过一些我觉得还算比较不错的包袱。不过这个他在微博上，大家看啊，他在微博上怎么跪舔拜登的，接地气、谦虚、理性不霸道、知廉耻的人也有成功的一天。OK。然后呢，黄西在2011年左右吧，然后就回中国发展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他没拿到身份呢，还是怎么样啊？反正他就回中国发展了。之后的事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我给大家放一个黄西他最近的一个节目，他在央视有自己专门的一档喜剧节目，给大家放几段。第一，友情里说随便你是想讨好，爱情里说随便你是想讨打。第三，友情是你说什么我都不往心里去，爱情是你说什么我都往心里去。哎呦我的个去！第八，友情是对方给你讲了半天笑话，你说不好笑；爱情是对方没开口呢，你已经笑了。哎呦我的妈呀！第九，
友情是对方还没到呢，你已经开始吃了；爱情是还没吃多少呢，你说已经饱了。第10，爱情是你觉得对方很幽默，友情是你说对方长得很幽默。第11，友情是你喜欢黄西，对方陪你看是真的吗？爱情是你说你喜欢黄西，对方说黄西这个男的也不怎么样。停，哦，太冷了，太冷了！我看着里面这些人，我都觉得，哎呦，冷死了！这种笑话你们也笑得出来？哦，那黄西呢？为什么在美国受欢迎啊？以及 Uncle Roger 为什么受欢迎呢？他们多少是沾了一点政治不正确的光。他们通过某种方式，你想，如果是一个西方人模仿这种口音啊，不管是大陆口音还是这个香港口音的英文，那么肯定会被人碰批嘛。那么他们呢，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华人嘛，所以我们用这种口音自嘲，哎，也就无所谓，占了这个政治不正确的这样一个便宜。但问题是，如果说当你到了中国这个平台上啊，到了央视那个平台上，你还想用政治不正确来吸粉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能选择，要么就是政治正确的活着，或者政治不正确的死亡啊。在国外呢，这个政治正确是一套标准；在中国，这个政治正确就是你必须要吹捧中共。我们知道啊，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去混这个自媒体圈啊，风生水起啊，各种歌颂中国啊，歌颂中共啊。来了中国，爱上了中国，就离不开了。我心里是中国人，我买我中国的家当，买中国制造的车。在中国生活，我真的非常入戏。我爱中国，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你见过有哪个批评中共的外国人，走这个路线的外国人在中国能活下去的呢？所以啊 ，Uncle Roger 呢？还有黄西想的都很好，说我要回去一个有华人的地方，我要去中国这个10几亿的市场，我要去做一只黄猴子。但是不管是黄猴子还是白猴子，你如果想在中国混啊，甚至不在中国，中国以外，你如果想吃中共这碗饭的话，你就必须把自己染成一只红猴子，染得越红，香蕉就越多，不染的话，你是没有香蕉吃的。哎呀，好久没吃香蕉了啊！希望有一天，我们所有普天之下的猴子都能够站着，把这个香蕉给吃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下一期我们再见了。